其實代理人比較可怕，因為代理人呢，他身份比較模糊，不太容易認定。他把台灣內部一些矛盾也好或衝突呢，他用台灣的方法把它放大了。中共接收到之後，哎，我再幫你反饋回來，然後用什麼抖音啦或什麼的去大量去放，最後產生什麼結果呢？你看，這是台灣人怎麼看台灣人，這是台灣人怎麼看台灣事，這台灣人怎麼批評台灣政府，這個殺傷力就比較大了。大家好，歡迎收看《震驚最前線》，無馬看中國，我是主持人張宏林。再次感謝收看我們的節目。那過去國際媒體在談台灣，當然也會談到台海的軍事衝突，會談到美中的競爭，會談到晶片的這些問題哦。那在最近，美國的福斯電視財經頻道主持人跟東亞問題的專家，很特別，在題目提到中國的滲透跟認知戰的時候，他談到了甚至點名了鄭麗文是北京在台灣的人哦。那我們看到這個《華爾街日報》也曾經報道，北京也正在培養所謂的未來有可能影響台灣政局的人選。那這部分當然美方到底掌握了什麼樣的事情哦？到底北京對台灣的統戰滲透又有什麼新的發展哦？我想這個題目值得我們今天好好來討論一下。那我們很高興，當然是邀請到台大政治系的名譽教授明居正老師，好好來幫我們解析一下。明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對，老師，我想過去我們都談到各國當然在外交上會去評論各個國家的這個樣態啦，但你說很直接指名點名，但有時不是沒有。但這次我們看到福斯主播這些東南亞的專家直指在直播節目當中直指鄭麗文，那談到是北京在台灣的字眼。所以老師，這到底是如何反映美國目前如何來看待目前的國民黨，或者在看待目前國民黨的主席？對，有人說這個是個人觀點，有人說這是美國官方觀點呢。我覺得這樣說吧，目前還沒有證據證明說這個福斯這個主持人呢，福斯新聞主持人呢，他講的話呢是代表美國官方。我先還原一下這個當時這個事件的這個過程。也就是在這節目當中呢，這個福斯新聞的這個當家主持人之一呢，叫 Maria Bartiromo。他是很知名的一個主持人，然後在這個美國的新聞界呢也有很高的這個風評。他看見這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訪問美國，然後觀察一些言行之後呢，他居然說顯然是中國的人，是北京的人，所以就幫他定性了。這個評論當然出來之後，在台灣的不管是新聞界也好，或者是政界也好呢，其實引發了相當的這個應該說震動吧。因為就像你說的，很少看到這種情況發生。你說有說指誰是誰什麼的，但是這樣只說一個國家的反對黨的負責人或領袖呢，就是敵方的這個什麼臥底的或第五縱隊等等，這個話其實比較重，而且真的是比較少看到。所以現在看起來哈，當然台灣藍綠這件事情就有點開始吵得不可開交。我現在看起來，但我不敢最後做定論。但現在看起來比較像是這個 Bartiromo 個人的一個評論，也不一定完全代表那個台，也不一定完全代表美國政府。當然目前是這樣子，但是大家就說了，既然是這樣的話，那為什麼這麼知名的一個主持人你會講出這種話來？你是不是有所本？應該說有所本了，因為我們過去節目也談過，也做過一些評論嘛。對於這個鄭主席在外面一些發言，我們也做一些評論。大概是這樣哈，我認為哈，我猜了哈，就是這個 Bartiromo 呢，應該是至少看了鄭麗文過去在台灣的一些講話，然後在這個在立法院的一些一些動作，然後更重要，大家看了兩個部分，一個部分就是他到大陸去見了習近平，然後講了一些話，然後再來就是到了美國之後呢，他當然沒有見到官員，到目前為止沒有見到官員。然後在美方不管是記者會也好啦，或者說是僑界的歡迎會的發言也好啦，當然跟那個智庫的發言呢好像都沒有公開，但這也是蠻奇怪的。所以大概是因為他的發言的方向呢，給人感覺就是有蠻強烈的那個味道，所以有這個結論。我後來整理一下，大概國民黨高層的發言呢，大概有幾點呢，會讓人家覺得會有疑慮的。第一個就是美中可以和解的問題。
美國當然前幾年講說我們要激烈對抗，那現在講說，我們是有對抗、有競爭，然後有合作，那都是講的。但你一口氣咬定說美中可以和解什麼等等，這個恐怕到目前為止只有中共這樣說，美國沒有這樣說，因為中共講說，合則兩利，分則兩害。你看王毅也這樣說，然後這個李強也這樣說，習近平也這樣說。所以你曉得這個比較像是一個官方敘事，比較像是官方立場。美方大概也不會同意這種看法，那台灣大概更不會同意這個看法，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想在台灣裡面引起很大爭議，就是他或者說一些其他藍營高層講說，我們可以相信習近平，相信習近平誠意跟善意。我們在節目上講習近平的言跟行，很多地方大家感覺不到善意，感覺不到誠意。那如果說從美國到歐洲到日本到台灣，很多都不相信，那為什麼你覺得可以相信呢？對不對？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反差跟對比，所以我覺得這點呢會引起很多人的疑問。第三個就是講到第一島鏈的問題，他當然說啊，第一島鏈兩邊呢有人才啦，有資金啦，有技術啦，然後什麼又有市場啦，所以如果說這個不要這個劍拔弩張的這個軍事對抗，把它變成一個和平繁榮的什麼島鏈的話，那不是很好嗎？當然很好了。問題是，那你追本救源，就是那為什麼這地方不能變成一個和平繁榮的島鏈，而變成一個劍拔弩張的地方呢？你為什麼不先問這個問題呢？你直接講到後面呢？這個大家也覺得說你好像在幫習近平講話，對不對？所以台灣有這疑慮，然後美國有這疑慮，更何況川普也好，然後戰爭部長赫格塞茲也好，或者說這個國務卿這個 Rubio 也好，講得很清楚啊。第一島鏈是我們必須防衛的，我們必須在第一島鏈打造一個讓任何一方不敢輕舉妄動、不敢爆發戰爭的地方。那講的是誰？嚇阻中共嘛。那你為什麼這樣講呢？這個話也好像在幫中共講話，是第三點。第四點就是他這個國民黨高層見到習近平說啊，習主席這領導有方啊什麼的，然後脫貧啊、小康啊，然後成就斐然吶，然後像15開局了，就一定很好，等等等。對了，雙方賓主見面，你說一些場面話沒關係，但是第一，你是不是說多了？這是第一個。第二就是通常過去國民黨這樣講，就是說那會講講自己啊，我們現在在什麼？我們在國際的 AI 的供應鏈上面，在國際什麼半導體產業什麼等等，我們的經濟各方面我們也發達，我們政治有進步，社會現在很安定等等，然後希望說兩邊能夠相向而行。你這樣講，大家就勉強可以接受了。你單方面稱讚對方，然後沒有講自己，大家覺得說很怪。第一個懷疑就是說你是不是過多阿諛人家，第二就是你是不是對自己沒信心，第三是你是要靠過去。這些問題當然就是在心裡面會翻騰的。那你現在都沒有解釋，就聽到這裡，他不覺得很奇怪？然後又在北京講說兩岸事情呢，兩岸中國人自己商量着辦就好了，不需要外國來插手。這個已經國民黨高層好幾年這樣講了，這話誰講過？中共講的呀，對不對？所以這些話大家都覺得是很納悶了。那更納悶一點就是，他在南京還是在上海還是在哪邊呢？喝到無人機送來珍奶，他說啊，原來這個無人機是送珍奶的，不是送飛彈的。那天天過台灣海峽過來威脅我們的那些在送珍奶嗎？大家很快就這疑問。所以聽到你們講這話，大家覺得說你不是健忘就是無知，要麼就是你根本靠過去了。所以大家當然有很多疑問。然後講說中共不想打仗，當然不想打仗，侵略者最愛好和平。他如果能不用戰爭方式把你拿下的話，他最高興。他當然這樣講，而且你這樣講，我配合你這樣講講。但是我講歸講，我沒有不備戰呢。但你講歸講，你回去就把那切掉了。再加上大家印象非常深刻，我相信國際媒體人只要有一定程度上媒體人絕對記得，就是藍白營怎麼在台灣立法院裡面聯手擋軍購，擋了不下10次之多。而這個是我們台灣最關鍵需要的東西，大家看在眼裡面。現在加上你講這些話，所以人家會做出的評論，我一點都不奇怪。但是我再說一次，不一定是美國官方的看法，甚至不一定是公司的看法，那可能是他個人看法。但是呢，他這樣講話呢，不是沒有根據的，也不是說這個亂講了。所以他講完之後，國際上沒有人批評他嘛，對不對？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警訊，對國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你如果真的給了大家這種印象的話，你覺得年底跟2年之後你怎麼選舉嘛？所以大家看到，其實台灣一直都會爆發這有關被滲透的案件，特別是我覺得這近幾年來國防的這些國軍被滲透的案例，在台灣的社會不斷上演，是不是這些都可能成為中共對台灣的一些影響？那哪些可能會是北京老師所觀察到，現在都會是一個對台灣滲透，可能大家都必須要關注的事項呢？我倒不反對互動跟交流，這是沒有問題的。也就是說，你在什麼立場上跟對方互動，在什麼立場上跟對方交流，這個是沒有關係的，這我倒是贊成的。那回到你剛剛的問題，就是說，以中共角度來看，他對台灣統戰滲透哪些目標比較重要？第一個當然是政治了，政治人物、政黨啦什麼等等，這些大概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為他可以直接取得資訊。曉得你們要幹什麼，然後你不準備幹什麼，然後你跟美國要幹什麼，你跟日本要幹什麼，這是第一取得資訊。第二就是我甚至可以影響政策，就像你剛剛說的，他如果滲透立法院，滲透了這些助理，除了拿到資訊之外呢，他跟助理講說，那你把那個立委的發言稿或立委的什麼等等，你往這邊扭一下，往這邊偏一下，那就直接影響台灣政策了。剛剛不是講的黨軍購嗎？那就是很具體的一個案例了，這是第一個。第二是新聞媒體，因為對中共來說呢，他特別注意宣傳，特別注意文宣。我過去就碰過案例，就一個我朋友當面跟我講的，他大概10來年前，有一個很有名，他是一個很有名的這個經濟學家，在台灣是泰斗級的人物。他對大陸經濟有很深的研究，所以有一個雜誌就說要採訪他，採訪了大概2個多小時，然後寫了一篇很長的稿子，然後回去了。然後呢，那個雜誌的總編輯呢就打電話給他說：“我們這個社非常重視，這篇文章啊什麼，然後現在送給你，你看看你修改一下。”他就修改，就往回去了。當天晚上，總編輯打電話給他說：“不好意思，不能登了。”他說：“你們花了這麼多時間採訪我，然後又寫了稿子，我又修訂了，現在說不能登，到底怎麼回事？”他再三逼問，就沒辦法，對方沒辦法講了。他說：“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剛要送印的時候呢，對方知道大陸那邊打電話過來壓我們，老闆擋不住，不敢印了，不敢出了，臨時抽稿，我們要把這車換成一個什麼東西。所以中共對於新聞媒體呢，你看對一個雜誌都這麼在意，對天天播放每個小時播放的新聞啊，或者說這個電視啦、廣播什麼的，你說他不在意嗎？非常在意。所以最直接就是呢，它影響輿論，然後跟對台灣打認知戰嘛，這第二個。第三個就是剛剛你提到的軍人，不管是退役的還是現役的，他們這個滲透呢從來沒有少過。除了取得資訊、影響政策之外，甚至取得武器啊。上次不是說把一個什麼直升機開到海峽中線，然後他把它拿走嗎？那甚至就關鍵時刻叛變呢？不是有人說我要組一個什麼軍隊什麼等等等等嗎？所以這都是很具體的案例。過去在大陸上對國軍就這樣幹的，今天只不過如法炮製而已。現在回到你剛剛講的問題，因為你在立法院常年工作，你的感受是最強烈的。在立法院呢，我覺得現在是台海兩岸的主戰場嘛，真的在立法院。我真的是這樣感覺。也就是他也曉得，就你前面說的，他也曉得，真的在戰場上打的話，第一他沒有那麼大把握，這個東西因為瞬息萬變。第二呢，中共絕對不能排除你打台灣的時候，美國跟日本會插手，他絕對不敢排除這個事情，所以必須把這個考慮進去。一旦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就更沒有把握了。所以對他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從台灣內部攻破。而從台灣內部怎麼攻破呢？透過立法院。輕則就是削弱你們的防衛力量，那重則就是你制定一些對我們有利的法律，最好呢什麼呢？你制定一個願意自願統一公投的法律之類的，這東西將來真的可能發生，所以我們現在等於先注冊告訴大家說，大家要警惕。所以我覺得你剛問說什麼最關鍵，政治啦，然後軍人啦，然後新聞呢，這3個才是最關鍵。當然，我們過去談到在冷戰的時期，最重要的是情報員哦。那但在我們目前看起來，整個戰爭的形式形態真的都完全的改變哦。目前中共顯然對於代理人的部分哦，非常的熟悉哦，包含美國一定會棄台啦，台灣一定打不贏中國，幹嘛？那軍購都是浪費的啊，把軍購換成營養午餐不是非常好嗎？那等等，所以老師怎麼看待中共會不會這些統戰的方式，慢慢發現
網絡很好用，認知戰很好用，假訊息很好用，假影片很好用，加上台灣有一群都不用腦袋思考的人很好利用，所以他們慢慢轉向用這種方式來滲透影響台灣呢？那當然是，這個中共這個搞了幾十年的，然後這樣搞垮國民黨，那當然今天呢就是再上層樓吧，不奇怪。不過你剛剛講的那些人呢，我仔細想想，大家可以分成3類。第一類就是情報員，第二類是這個統戰對象，第三類呢是代理人。我稍微區分一下，3類應該這樣說呢，他們有重疊的部分，但也有不重疊的部分，也就是呢，他們有重疊了，有相同的部分，但也有不同的部分。這麼說哈，什麼叫情報員呢？通常我們講說，對方派過來的，然後在對方的名冊上面的。拿薪水的啊，這什麼的這個情報員，然後他特定要收集有關軍事跟政治，甚至是經濟跟社會的一些情報跟訊息，這我們叫情報員啊，對方派過來的。第二種我們叫統戰對象，什麼統戰對象呢？我們台灣的人啊，不管是軍人啦、現役的、退役的啦、商人啦，或者新聞媒體啦，甚至大學教授什麼，都完全有可能啊，或者政治人物助理的都有可能啊，統戰對象。為什麼呢？因為它有利用價值。對中共來說呢，這些人呢，把他吸收過來，或者說遊說他一下，或者給他錢，或者不給他錢，或者給一些小禮物，或者用什麼辦法呢，去把他拉過來，讓他很完整的或者一部分的接受中共的論述，然後自覺不自覺的去做一些對中共有利的事情，這個我們叫做統戰對象。第3類人叫做代理人。那代理人呢？就像前陣不是有一個蠻有名的一個媒體記者被抓了嗎？啊，化名叫馬什麼來的嘛？這個像什麼呢？他就不只是統戰對象了，但他也不是完全是一個情報員，他像是就是中共在台灣的代理人。什麼是代理人呢？代理人有些呢，要這樣說，有些是自覺的，有些是不自覺的。不自覺就是你剛剛說的，有些啊，他就是討厭民進黨啦，然後是大中國主義者啦，然後自覺不自覺去講一些東西，這叫做這個不自覺代理人。什麼叫自覺的呢？他很清楚的，第一，他可能討厭民進黨；第二呢，他可能喜歡，也可能不喜歡國民黨，但是呢，相對來說，他甚至比較喜歡共產黨，其實我們現在立法院什麼，我們都看到啊，會有一些這個，出來講話的所謂意見領袖這樣，包括藝人在內啊，對不對？好，他們出來講了。那麼也就是我認為啊，在這3類當中呢，其實代理人比較可怕，因為代理人呢，他身份比較模糊，不太容易認定，他時而這樣，時而那樣，然後他是台灣人。他對台灣的社會比較熟悉，對台灣的語言比較熟悉，對台灣的民心動向比較熟悉。然後他也不是說他講出來的話或寫的文章，也不是讓所有人都支持他，但他可以讓第一可以鞏固一部分原來就比較偏向這個中共的人；第二，他可以讓一些這比較中間人呢，他思想不清楚或倒來倒去。第3呢，他甚至讓那些原來比較反共人呢，內心產生懷疑，說：“哎，我這樣反對不對？或我這樣這樣做支持這樣對不對？”換句話說，他把台灣內部一些矛盾也好或衝突呢，他用台灣的方法把它放大了。放大之後呢，然後中共接收到之後，哎，我再幫你反饋回來，然後用什麼抖音啦或什麼的去大量去放，最後產生什麼結果呢？你看，這是台灣人怎麼看台灣人。這是台灣人怎麼看台灣事，這台灣人怎麼批評台灣政府，這個殺傷力就比較大了。所以我說，3類人當中呢，我認為現在對台灣社會裡衝擊比較大、傷害比較大的，反而是代理人。是哦，這個部分大概可以讓大家了解到目前的部分代理的這些影響。當然，從國際媒體的報道來看，美方當然越關注北京對於台灣相關的布局，下一步的部分會怎麼走哦。那當然，2028的大選或者哪怕我們今年9月的選舉哦，這大概對兩岸路線來講，大家都很關注北京接下來可能會用哪些的方式來做一些影響。那我們要怎麼樣來防範共諜啊、代理人還是整套的認知作戰？那老師怎麼看呢？
你剛剛說我們要注意什麼？注意這個共諜啦，或者說代理人吶，或者整套人資系統啊？我的答案很簡單，一定都要注意嘛。那當然有個先後順序了。大概一般來說，我們要碰到共諜呢，可能不太容易。一般人大概機會很少，除非你是剛剛講說，我講說那幾套他們優先要接觸跟滲透對象。一般來說，大概台灣絕大多數人不會碰到。那你說碰到代理人嘛？大概就是像這樣說，你每天打開電視，然後打開手機，你的社群上面傳來的那些訊息呢，大概很多都代理人發的啊，或者說這個。中國農場發出來什麼等等啊，所以我覺得這個恐怕威脅最大，那是最具體的。就像我剛剛說的了，因為如果說他把這個資訊，中共把這資訊拿到之後，他經過修改、增刪，然後包裝之後呢，再重新發回來，再透過台灣的代理人系統再發放的話，它會發放非常精準的。因為我是說，在地的代理人他太清楚發給誰，對不對？我們每天手機上收到東西，你就很清楚了嘛。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因為就造成我剛說的，你看台灣人這樣批評台灣，這個殺傷力就很大了，這就完全不一樣了。所以我這幾年一直在跟大家講，哦，你要注意以美論啦，要注意一日論啦，哦，比如注意什麼依賴論啦，或移民進黨論等等這些，或者說投降主義，所有這東西呢，都是從同一個根源出來，就是同一套系統或同一套這個統戰系統出來的。我們最近聽到，比如說民主制度失敗的啦，然後一黨專政比較好啦，比較有效率啦，什麼美國不會協防台灣啦，美國賣給台灣都是爛武器啦，然後美國就巴不得兩岸中國人自己打起來，讓這個把中國這個崛起啊，把它延後，甚至把它摧毀等等。所有這些東西呢，其實都是就同一個來源、同一個系統、同一套思路。就像你剛剛說的，其實你要辨認它呢，並不是太困難的事情。問題是，如果你沒有這個警覺心，你天天這樣看久了，你真的會麻痹。他們自己都講了，洗腦一次兩次不成功，我講100次你就信了，因為你就覺得說就這麼回事了。更何況現在科技進步啊，現在有 AI 啊 ，AI 可以生成，我就看過，就是我自己都碰過啊。我們的節目算是有一些人在看了嗎？那我們都被拿去 AI 生成，說我去推薦大家買什麼股票。我再說一次，凡是你在網絡上看見我明確這種推薦買股票，你千萬不要跟，一定有問題，一定有問題。即便你明天賺了錢，我告訴你都有問題，那絕對不是我說的，所以大家不要去相信它。所以現在擬真影片呢做得非常好，聲音什麼都可以做得出來。它用 AI 什麼一下合成完了之後呢，就推出來。合成完之後，它用大數據去分析完，它可以非常精準的投放。不管是臉書也好了，或者抖音好了，或 TikTok 也好，或 YouTube 什麼等等的，它只要大量的精準的這樣去投放，最後你看來看去都是這些東西，那你怎麼辦？那我有一些朋友呢，他是專門做股票這些東西的。他自己跑去警察局投訴，他說我從來沒有做的，沒有講東西，沒有做的，你看人家幫我做出來。警察局跟他講說，這些我們真的不好做，為什麼？因為這是境外，都是境外。那我也碰到同樣問題啊，所以我再說一次，如果大家看到我是推薦股票，你千萬不要相信。我對國際政治分析、對中共分析呢，你看看參考一下，可能還有點幫助。不過回到你的主題啊。所以中共對這個台灣的滲透呢，那是真的叫做無孔不入。那現在因為兩岸交流的關係，因為這個科技的發達呢，他們很多事情做得更容易。不過大家如果說多一分警惕心，然後多一份這個保衛台灣的心理的話，我相信這些事情呢，我們遲早還是可以解決得了的啦。是，我想中共在台的這些代理者，真的是我們極力要關心的部分。我想我們剛剛老師有說了，在接下來總統選舉或年底的9合1選舉，肯定是這個大量的這些代理者活躍的時候。如果我們沒有準備好，台灣的自由民主有可能就會，我們認為會受到非常嚴重的這些影響跟摧毀哦。大家必得要注意，也要一起來加油。再次謝謝老師，謝謝。謝謝大家。
老師，其實剛剛你有談到一個所謂的交流啦，這件事我覺得一直也被攻擊，包含現在啊，這個我們的藍綠的這選舉的過程當中，有人會被罵說你又說要交流，又說交流會被滲透，到底交流這件事情該如何來交流呢？簡單說就是站穩自己立場吧。你就譬如說我說，國民黨可不可以去大陸談和平？當然可以談，但你不是空喊和平，你必須講說，我有我的尊嚴，然後我有我的主權，還有一點就是我有我的主張，我有我的主張。那你說和平可以，怎麼和平呢？譬如說我們要不要制度化啊？發生矛盾衝突的時候相互通報，第一個。第二就是我們回來懲罰自己，回來懲罰犯規的人。然後第三就是我們通報完之後，我們要不要一些基本的臨時的一些協議？臨時協議一段時間之後，真的覺得說都可靠，我們把它定成固定的協議，然後我們大家嚴格遵守。這個談和平，這是第一步嘛。第二步就是如果我去談和平，我說對我很樂意要和平，但是呢，我有我的實力。你如果侵犯我的話，我有實力自保。在這情況下談和平，我覺得完全可以談。我過去交流，差不多基本就這態度。其實有一個，而且其實話說回來，不只是我一個，因為當時我們有過很多次的這個教授團過去，我記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在北京，跟大陸這些對等單位談的時候不太愉快，雙方人劍拔弩張，結果大陸居然有人就威脅我們，意思就是說那就要打你們的了，他就這樣幾乎就講成這樣子了。結果你知道嗎？我還沒反應，我們團還沒反應，我們團一個非常溫和的一個老師，平常非常溫和啊。平常在台灣，他都話不多的，都是輕輕鬆鬆、笑眯眯的，然後聽了大家講。他突然想說：“那這樣，我們就回台灣備戰了。”一個這麼溫和的這樣站起來講，那對方也愣住了，因為大家印象覺得他也是個很溫和人，不像我們的幾個還是這個爭眉豎眼的這樣講話。他不是，就是說他們的講話反而我覺得更有分量。也就是，對，我常常講，我說，寧可百年不用兵，不可一日無備。台灣也是一樣，你要和平，美國這麼強大國家都跟你講說要和平，那我要有實力。台灣相對大陸差這麼多，你的軍量差這麼多，那你說你要和平，你空講嗎？當然要有實力嘛。所以我再說一次，交流就是站穩自己的原則跟立場，這點我覺得比較關鍵。我再補充一句話哈。我們今天做的節目呢，我想就有一個關鍵的結論呢，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我們所說的東西呢，是要提醒藍白營的朋友們，不是告訴大家說怎麼去投票，怎麼不去投票，我不在講這件事情。我是要跟藍白營朋友們講說，要想清楚我們今天處在一個什麼位置，我們要怎麼去面對中共，這樣子你的發言呢，在台灣呢才會有人願意接受，這樣你才可能得到這個你要的這個結果。否則你就空喊和平呢，不要說這個共產黨看了好笑，台灣人看了覺得說不可理解，外國人看來不可理解。如果你講出來的話，只有共產黨能接受，台灣然後這個全世界都不能接受的話，那你覺得說將來你的這個前途在什麼地方？這個覺得才是，我覺得才真的是值得提醒大家的。我必須稍微挖苦一下藍白，我覺得中共不是可以接受，中共是在竊笑。我真的覺得他們一直覺得怎麼有這麼好的代理者，這個大家就值得大家好好的去思考。再次謝謝老師，感謝大家。